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2023年8月28日下午1点钟刚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官方推特上发出了第一个警报。警报声称校园内有武装凶险人员出没，请大家待在教室，不要出门，并远离门窗。警报发出大约2个小时以后，北卡大学警察局开始批量结队地赶到现场。之前貌似只有小部分的警员赶到了现场。根据当时在场媒体记者的报道，现场约有50辆警车陆续到达，多架直升机在学校上空盘旋。现场视频显示，一位警察在对2名试图离开学校中心的同学进行训诫，并大声斥责：“现在需要你们离去，不可以出来。”大约10分钟后，执法人员开始陆续护送一群学生走出一栋科学楼，每个人都高举双手，井然有序地走了出来。北卡大学新闻系高年级的学生诺埃尔·哈里斯事后回忆说，最初的时候，有一名警官在班级里对他们说，虽然现在很安全，但他还是强调说，最起码要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再行动。随后，哈里斯在教室里录制了人们从临近建筑物窗户爬出的视频。其实，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怀疑学校真的还是安全的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哈里斯发出的疑问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哈里斯和他的同学们貌似在听到几声枪响之后，整个学校的气氛就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下午2点30分左右，北卡大学的警方声称，在大学莫尔黑德天文馆附近找到了开枪的嫌疑人，并逮捕了他。当天下午5点，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校长证实，被逮捕的嫌疑人来自中国的留学博士生齐泰磊，射杀了他的博士生导师，同样是来自中国的华裔导师严子杰，离世时年仅39岁。消息一出，震惊整个西方媒体的同时，也很快传回了国内。人们吃惊和疑问的不仅仅是34岁的博士生齐泰磊为什么要枪杀他的博士生导师，更为怜惜的是年仅39岁的严子杰，不仅仅是北卡大学纳米材料电子实验室的主任，更是这个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专业领域科学家。严子杰北卡大学的同事对记者说，严子杰的去世给北卡大学和整个科学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那么问题来了，齐泰磊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导师严子杰？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齐泰磊究竟是谁？他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鼓励大象马上开始。If they saw this man, military operations have been suspended. 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嫌疑人齐泰磊。根据齐泰磊在领英的注册资料显示，2015年齐泰磊本科毕业于国内的武汉大学，其后在国内的多所大学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工作。2021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2022年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应用物理科学系攻读博士，并在该校担任研究助理，是严子杰研究小组的成员。顺着齐泰磊的成长轨迹，网友们很轻易的就找到了齐泰磊的命运起源。也正因如此，这也为寻找齐泰磊枪杀导师严子杰的原因提供了另一个方向。根据2010年8月9日《大河报》的报道，齐家有2个男孩，哥哥齐泰磊比弟弟齐泰安年长2岁。由于第1年高考分数不理想，齐泰磊复读了1年，次年与弟弟泰安一同参加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兄弟2个非常巧合的都考出了624分的高分。哥哥泰磊被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录取，弟弟泰安则被西安交通大学能源动力及自动化专业录取。报道指出，当记者驱车赶到河南封丘县居香乡大沙村见到兄弟2人的时候，记者对兄弟2个的第一印象是，都是1.78米左右的个头，都是明显的偏瘦，都戴着眼镜，都是憨厚而腼腆的神情。兄弟俩的卧室相当简陋，2张床，2张小课桌，一个简易的电扇挂在木棍上。同时，另一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由于家庭困难，兄弟两个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大学学费还一直没有着落。为此，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企业和个人都为兄弟两个送上了爱心资助款。比如，一家名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给兄弟俩送上了1万元的学费。时年已经93岁高龄，经常为贫困家庭和重病患者捐助的爱心老人何祖英老先生，也为兄弟两个捐出了1000元，并勉励兄弟俩要乐观自信，努力自强。就是这么一位努力自强、一路发愤图强的寒门贵子，一路过关斩将。2022年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应用物理科学系攻读博士，并于同年加入了严子杰教授领导的物理研究小组。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齐泰磊与严子杰教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小组有着密切的合作。该小组专注于纳米科学技术研究。就在事发前1个月，齐泰磊还在领英上分享了一篇关于光学绑定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以他与另外2人的名义发表的，这其中就包括被他枪杀的他的专业导师严子杰教授。根据美联社记者的调查，严子杰教授在齐泰磊加入团队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都在研究光镊子，这是一种利用光在细胞内开发先进纳米机器人的技术，而且已经与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一起发表了几篇关于光对纳米颗粒影响的论文。另有国内的媒体报道，齐泰磊的父母在过去3年内相继去世，但他并没有从美国返回中国参加他们的葬礼。一位熟悉齐家人的邻居对媒体说，多少让人感觉老人走得很凄凉。在了解事发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被害人严子杰。根据当地媒体《新闻和观察家报》报道显示，严子杰出生1983年，来自中国中部湖北省荆门市，曾在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接受教育。2005年取得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200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光学硕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大卫 ·B. 克里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激光烧蚀和纳米颗粒合成方面的研究，随后开始一路高歌。2012年加入了芝加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并于2015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著名的卡维里奖学金。生前就职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在2016年作为物理学助理教授的身份加入的。当时严子杰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组，继续进行纳米光子学和光学操纵的相关研究。有报道说，严子杰是纳米材料和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领域的领先研究的科学家。他在著名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并因其工作获得了多个奖项和资助，这其中就包括了 NSF 职业奖、空军青年研究员奖、ACS-PRF 博士新研究员奖。具体是啥咱也搞不清楚，但看起来很是牛逼的样子。2021年年底，严子杰晋升为终身副教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齐泰磊作为一名2年级博士生加入了严子杰的研究团队，并成为严教授的助理研究员。他们一起研究合成纳米颗粒、光捕捉、自组装、光谱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齐泰磊的同学艾登斯科特告诉新闻媒体，从来没有想过齐会是那种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他总是很安静。斯科特告诉记者，齐泰磊说英语似乎很困难，每次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都很友好。当我在网上的报道中看到他的脸时，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另外一方面，严教授离世后，美联社对他的同事和学生采访时，他们一致描述严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专注的导师，一位慷慨的合作者和一个善良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情，总是渴望与他人分享他的知识和热情。根据当地媒体调查的结果，严子杰已经结婚，其妻刘小雨是 IBM 软件工程师，他们育有1子1女，全家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最新的消息显示，2023年8月29日星期二，涉嫌枪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名博士生齐泰磊首次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希尔斯伯勒的奥兰治县法院。他被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警察局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和在教育机构中持有武器，这2项指控在美国都属刑事重罪。法官谢里穆雷尔下令将齐泰磊继续监禁，不得保释，并将下次出庭的日期定在了9月18日。听证会结束后，齐泰磊向他的国语翻译、公派辩护人
达纳·格雷夫斯以及将他戴上手铐带走的警卫弯腰鞠躬。至此，没有人知道齐泰磊为什么要动手枪杀他的导师。但是，外媒的究根问底还是探寻出些许的蛛丝马迹。齐泰磊的推特账号提及了在美国的生活令人孤独，并遭受了霸凌。美国媒体 NCA 的报道称，从2022年起，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帖子，隐约显示出与同学和 PR 存在矛盾。2022年8月，他的一条推特提及了霸凌问题。在美国，霸凌似乎是一个问题，人们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阻止他们，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他们觉得每次提出问题，别人都是在向他们求情。2022年8月18日的一条推文则显示了他对同学及 PR 的不满。齐泰磊疑似要与 PR 交谈，并获得他的承诺，以摆脱自己所遇到的困境。他写道：“只需要与 PR 交谈，并得到他的承诺即可，因为教授有更多的经验来处理这些女儿和流言蜚语，然后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愚蠢的话题了。”齐泰磊写道：“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2022年11月，他又怀疑一群人通过编造故事来控制他。他告诉了 PR， 但 PR 说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情。科研工作之外，齐泰磊经常自己做菜，并将成品照片分享到网络上。在他上传的照片中，有肉丸、卖相不错的鸡蛋饼、80%复原度的水煮鱼、虾仁炒蛋、蒸蛋。他曾2次表示永远不辜负美食。他还会带上表达开心的表情符号。然而，穿插在这些美食图片间的贴文中，齐泰磊也多次提到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挣扎。2022年7月，他开始抱怨人们总是注意工作时间，其中写道：“我认为我是在向老板展示我的工作，而不是兴趣驱动的，这贬低了我的工作意义，这太恶心了，自尊阻止我工作。”2023年5月，他又写道：“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每天关注工作时间实在太幼稚了。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让我向他们展示我在工作，一直在工作，但是不行啊，那根本就不是人了。”齐泰磊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最后一条贴文停留在8月1日。他发问：“你是如何找到博士后职位的？”他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同一天，他写道：“想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并称自己在日常琐事上有点傻。”朋友们，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有一些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敏感、多疑、自卑，在齐泰磊上述的推文里逐次铺陈显露。无可否认的是，这与齐泰磊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庭审还未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齐泰磊到底是为了什么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对他的导师下手，但隐约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精神状况似乎出了问题。从齐泰磊推文展示的内容和他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敏感、多疑、自卑这些关键字叠加的时候，朋友们，你想到了什么？对，偏执型人格障碍。为此，我特意翻阅了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这其中偏执型人格的特征描述：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和伤害，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尤其当听到一伙人在旁边讨论说话时，会臆想成他们是在说自己的不是和坏话，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观念，容易产生病态嫉妒，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其他人，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好记恨别人，对他人之错不能宽容，脱离实际的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回放上面，齐泰磊在推特上一边对同学及导师表达不满，一边埋怨工作时长太长太累，而另一边又非常渴望交到新的朋友。美联社的报道指出，齐泰磊曾对他的实验室的同事说，导师这个人很好很善良，但好人是当不成领导的。他觉得严教授太温柔没魄力，不知道他这一言论与枪杀严教授是否有所关联，但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是会一阵袭来。我们想想看，齐泰磊现年34岁，他的导师也不过比他大5岁，这里面掺杂了多少嫉妒、不甘与自卑？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有答案。对了，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个重点，齐泰磊并不是美国公民，依据北卡罗来纳州的相关法律，他并不具备合法持枪的资格。那么他用于作案的枪支又是从何而来呢？
美国的校园恶性枪击案并不罕见，华人留学生枪击案的悲剧也不是孤案。1991年11月1日，28岁的中国博士留学生鲁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枪杀3名教授、1名副校长以及同为博士留学生的同学，重伤1位秘书，随后饮弹自杀。这起跨国校园枪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仅仅12分钟，原因竟然是一向学业优异的他觉得遭到了导师的不公平待遇。那么，这起发生于北卡大学开学第1天的枪声又是为何而起？相信当局很快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